大家好，我是命运的乐章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《少女前线》全剧情解说。《少女前线》呢，因为剧情设定巧妙而精彩，人物性格刻画丰富而细致，受到广泛玩家的好评。但是呢，因为《少女前线》剧情叙述多为直接对话，常使用回忆与现实的一些插叙乱序，很多细节对玩家来讲发掘难度过大，再加上以季度为单位的迭代展开，间隔时间过长也会导致记错和记漏。所以现在呢，普遍现象是我大概知道讲了个啥，但是很多细节还是很糊涂。那么《少女前线》究竟讲了个什么故事呢？铁血的暴走、蝴蝶事件的真相、MCA1与伊莱莎的前世今生、各方势力的撞击。想要了解这些，我们要从遥远的20世纪初说起。早在1905年，人类已经发现并挖掘了一处未知的文明遗迹，并发现了坍缩物质和坍缩粒子。当时人们坚信坍缩技术能够颠覆世界，可是限于技术呢，对其研究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就这么过了半个世纪，1960年，中国上海发现北蓝岛遗迹，并发掘出完整未知生命遗体 Gavirro。1992年，联合国启动 Gavirro 重现计划，对胚胎进行克隆。Gavirro 基因催生人类胚胎仅存活2例，观测计划20年后依旧毫无进展。而到了2023年，人类发掘南极冰盖下的一个巨大遗迹系统，围绕遗迹文明的研究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可是呢，100多年的平静被一场事故打破。于2029年，北蓝岛因城市建设挖穿遗迹外部隔离层，粒子流辐射导致地面人类发生 ELID， 引发大量相关恶性的刑事案件。2030年，7名中学生擅自进入封锁区，遭到 EILD 感染者袭击。接到消息以后，特警前往却营救失败，于是只能计划爆破堵死遗迹入口，坍塌粒子流进入对流层，向世界范围扩散。而坍塌云自然衰变至可接触需要10万年。此事件称为第一次北蓝岛事件，导致坍塌物质彻底公之于众，人类也认识到了坍塌物质的本质——毁灭。因北蓝岛事件导致的地球环境恶化， AI 与机器人的技术需求剧增，同时世界的秩序越发的混乱。2031年呢，铁血工业公司应运而生，主要是制作各种军工产品，凭借着精良产品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以及市场口碑。2033年，自律人形技术进入试验阶段，外表仿生且拥有高智能的自律人形技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2038年，自律人形技术趋于成熟，但因其行动效率低下，没有大范围应用于战斗。2043年 ，LP 公司开始投资筹备 ，LP 及重要行动原型机械制造公司。2045年4月15日，矛盾积累达到极点，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。同年，南极宣布空洞城市独立为国家，并保持中立。2046年 ，LP 公司正式成立。2049年，因为战争原因，自称90卫士的网络精英技术团体发表声明称，愿意将部分技术专利共享，以在战争期间获取外界的援助。由于其主要提供技术为自律人形技术，在民间并没有成为话题。但是 LP 注意到了这些文档，后面通过俄国内部网络安全局得知，90卫士内部因为意见分歧开始分裂，且2名前成员受到生命威胁。LP 的哈维尔·维特金雇用私人承包商前去保护，护送者即为内务部战术指挥克鲁格。前90卫士成员帕斯卡利亚和莱克瑞斯被护送到 LP 的安全屋，经过谈判同意与哈维尔合作。哈维尔为2人建立了 Hermit 公司，向 LP 提供先进的技术。2050年进行了3站停战谈判。2051年 ，LP 完善技术并改装了新式的军用化人形。同年的6月29日，3站正式停战。由于政府组织概念的淡化，以及人类对于污染区域开采和居住的需求，军事承包商开始大量出现。2053年，退伍军人克鲁格离开了内务部，创立了格吕芬军事安全承包商，并开始营业。此时作战力量以人类雇佣兵为主。由于克鲁格对战术人形的应用十分热衷，以及与哈维尔不错的私人关系，使得 LP 允许克鲁格与 Hermit 直接联系，以提供最直接的数据反馈。帕斯卡的研究广受市场欢迎，但是莱科对 AI 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资金申请并没有获得批准，于是开始与铁血接触。铁血与格里芬达成协议，提供对莱科的保护和资助，获取莱科后续的研究资料。2054年，能够在铁血发挥全部力量的莱科在铁血工造创造了高智能 AI 载入主机技术，主机伊莱莎由此诞生。2055年，格里芬正式公开接受安全承包工作，通过克鲁格的人脉，格里芬在安全承包商中崛起。2057年，帕斯卡与 LP 达成协议，成立16 Lab 研究院，主要研究90卫士遗留的奇纳协议。
同年，16 Lab 发布傀儡网络技术，提高指挥效率。克鲁格提出与莱科分享这些资料，以进一步提高战术人形的行动效率，但莱科沉迷于 AI 研究，拒绝参加技术对接。2058年，帕斯卡向 LP 提高烙印技术，使得特定人形与特定武器建立1对1的识别关系，提高人形作战效率。烙印技术配合傀儡网络，促成了第2代战术人形的问世，也就是我们游戏中的战术人形。同期，莱科依托伊莱莎构成了第1代人形指挥系统，并开发了火力更强的小型粒子武器，也就是游戏中的铁血单位。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欣欣向荣，平静的表面下却是暗流涌动。2060年，在格里芬的需求下 ，LP 对外购买了全新的 AI 记录方式心智云图。可是同年呢，格里芬连续爆发了多起袭击事件，数名格里芬高级雇员被暗杀。2061年，16 Lab 开发的 AR 小队正式成立 ，M4A1 与3名人形 M16A1、M4 Supermodel 2、AR15 一同入队。2061年，莱科对伊莱莎的研究接近尾声的时候，隶属国家安全6局的特种人形作战部队潜入了铁血总工厂深处的技术部门，抓捕莱科，并试图抢夺高级 AI 伊莱莎的技术资料。但是呢，计划不知为什么出现了严重的混乱，导致莱科脱离控制，并启动了防御程序。特种部队反击防卫城区的人形时，榴弹重伤了莱科。莱克临死前呢，唤醒了伊莱莎，并让他接管铁血工造的全部权限。伊莱莎下令杀死了包括全部特种部队和全部铁血人类的雇员。此后，铁血一直在试图突破格里芬的军事封锁。该事件被称为蝴蝶事件，消息被封锁，幸存安全局人形也被抹除记忆。该事件并未引起关注。而蝴蝶事件过于蹊跷，混乱发生过于巧合，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混乱为什么会发生？而且那唯一的幸存者他究竟知道什么？真正的幕后在很久很久以后才得到揭晓。蝴蝶事件半年以后呢，格里芬就决定招收新一批的人类指挥官，玩家所扮演的指挥官也在这批求职者之中。